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53岁，来自河北个体；吴女士58岁，来自天津客服。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他太古板了，没有情调，我看不到希望，一潭死水，还缺少男子气概。和他恋爱我都快抑郁了。他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对他可以说是一往情深，但他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变相要和我提分手。你觉得如何能改变现状？他要懂得享受生活，别一天守着他那一亩3分地儿，多出去走走，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的。他应该懂得珍惜，钱不能买来真心。找我这么爱他的人不容易，生活归于平淡。都这把年纪了，就别瞎折腾。哎呦，这个对话挺有意思的啊！您2位都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吗？对，我俩离异单身，后来朋友给介绍了。现在我俩其实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我对他一见钟情吧。我就总约他，我说你尝尝我的手艺。他不太会做饭，也许我这饭菜打动了他的胃。小片里边刚才说，男士觉得女士都这个岁数了，别瞎折腾了。他咋瞎折腾了呢？就是我俩在一起一开始挺好的，就是我做的这个也不错，那个也挺好。后来吧，就你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我就犯嘀咕，我说怎么的了呢？是吧？是因为我挣钱少了？一开始啊，就我俩，后来吧，就总是玩失踪，人找不着。有一次他是说出差，我说去就去呗，问题后来我听朋友说，他其实是跟他前男友见面去了。这事儿哈，我说一下，他呀都是自己疑神疑鬼。你看我这个前男友分手很多年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北京，是我先去的北京工作，因为我北京我朋友开这个公司，然后说你来帮帮忙，我说行，我就去了。我跟他在一起确实有一些压抑了，我一想就是说让大家都冷静一下，然后我就去在一个朋友，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朋友的这个孩子婚礼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个前男友，是这么个回事儿。他非说我去见前男友，就疑神疑鬼的，你知道吗？这谁受了啊？只是见了个面，在婚礼上也没干。可不是啊，他们这在一起可热闹了，你俩啥关系？是不是？你这东西不应该避嫌吗？不是，他们俩在一起干什么了？这不我在北京了嘛，然后一见面了，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都是过去的事了，也没有什么爱和恨了，是吧？大家既然遇见了，正好我也在北京工作了，他那公司正好也在北京，然后大家就说在一起吃了个饭，他就不乐意了。单独吃了个饭？不是，就好几个朋友在一起又吃的饭。除了吃饭还干嘛了？有经济往来。他借他前男友钱，曾经他也帮助过我也不想欠他那个钱儿，然后他说1个礼拜就还给我，然后我就借了，也不多，他前男友就2万块钱。这是你们见面第几次开口管你借钱的呀？2、3次吧。所以你们在北京经常见面哈？也没有经常，就是1个月，因为我还在掩饰，1个月见一次吧。这2万块钱还你了没有？还了，还了也不行啊，他怎么不找别人借呢？怎么找你借呢？那这个前男友除了跟他借钱，还有啥让您心里特吃醋的事儿吗？哎呀，别提了。啥呀？都念叨我呀，说我不浪漫，说不浪漫。我就想，我得给你浪漫一把。我那天啊，他是生日，我就早回来，做点好吃的。我给他亲自做了一个手擀面，因为你面条你都是在外面买的，我给他和面。我给他擀，我一边买我自己都感动了。我说这哪找那么好老头去，对吧？我就想他得多高兴啊，他得多惊喜啊！没想到啊，他给我来个惊喜当啷就回来了。他说这我前男友给我买玫瑰花，你瞧多漂亮！我天，我差点没死过去。因为当时我就是他给我还完钱以后，他说得感谢我，就是说没想到我还能给他借钱，然后呢说请我吃顿饭，也正好那天是我生日，然后呢不就请我吃顿饭。这么巧啊，就那么巧。不知道你的生日是哪天？
也许知道，反正那天正好就是我的生日，他因为我挺喜欢鲜花的，你知道吗？他就给我买了束花，还有这样的，我就抱回来了。抱回来呢，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跟他说的目的是嘛？因为我跟他认识啊1年多了，完了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花，你知道吗？有嘛用？那能当饭吃？那不都是年轻人？姐姐，我能跟你确认一个事实吗？就是你的前男友是在给你过生日，然后送了你一束鲜花，并且表示了感谢。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搁谁受得了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也是为了感谢我嘛，然后我就吃个饭。实际那天是我生日，实际事儿我都有点忘了。您说您的男朋友他不懂浪漫啊，觉得他特别的平淡什么的，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听听。你看咱那个就是我跟他认识可能有个半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个情人节，然后我就说那个咱们出去吃个饭吧，因为我觉得得有一点仪式感。他是好不容易就说答应了，完了我穿的挺干净漂亮的出来，结果他就穿那个衣服都打过年就穿到情人节那天都没换过。因为我是挺好面子一个人，而且我是挺干净的一个人。我说我看他每天穿着衣服我都烦，你知道吗？然后呢，但是我一想着他好不容易说出去吃饭了，我也就别为这个衣服事咱再生气是吧？然后我就说就去了我就想去个就是大点的饭店啊，因为我觉得2个人吃饭花不了几百块钱。哎，他就不高兴。后来我一看他那脸色，算了，我就找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吃一个，对吧？不是，就是他，我就说就找一个，后来就找个不算大的一个小饭店吧。点菜的时候吧，他也是，你要看贵点菜，我也得征求他这个菜行吗？哎呀，好嘛还不行啊，倍儿抠门还。然后我一看算了，我也挺生气，我说你要这样，我说我结账，你也别那么为难。完了我不能让他结账。然后呢，就点了几个菜，其实就点了4个菜，也没多点，结果就剩了，他要打包，我说别拎着了，平时都打包，咱这回咱还得逛个街，我说那意思还得去看个电影，不是既然过节嘛，不对，也不能光吃个饭嘛啊。他非打呀，我也没心情了。那我说算了，我也不逛了。本身这从头到尾就没让我开心，你知道吗？街也没逛成，最后啊就回去了。回来那饭盒，哎，我说咱扔了，这不都一次性饭盒吗？不让扔。就给你啊，这饭盒挺好的。我说你这一次性饭盒，你说你留着干嘛？家里又不是没有碟没有碗的。不就这样嘛，是吧？你这也扔，那也扔，等你用的时候你再花钱买。不是你说他洗，他得洗拿水洗，还得花钱买垃圾，不得都得花钱吗？我也不知道他节没节省，是不是？实际我就觉得没有节省，这想不明白。也不占地儿。刚开始的时候说他什么就是天天不着家什么之类，找不着人，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哥？不是，有时候就说跟姐妹儿出去逛街去，逛街这咱不能拦着，是吧？有逛到12点的嘛，是吧？那商场那点关门，我每天啊9点我就睡了，就等他10点没回来，11点还没回来，打电话问问吧，这么关心也没毛病吧，是吧？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哎呦，我这怎么的了呢？啊，半夜12点回来了，啊吧，回来我们家吵起来了。实际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天天就是2人在一起，我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喜欢哈，就是唱个歌呀，逛个街呀什么的，他又不喜欢，那不喜欢我不就得约闺蜜去吗？他说我骗他是嘛？因为那天确实是去逛街去了。闺蜜唱歌，咱本来那天是等我说完，那天是逛街去了，可是临时呢，这不有一个电话过去，老同事打电话说咱们聚一下就聚一下吧，然后就说唱歌去。完他打电话吧，我就没听见。他就是那疑神疑鬼。你看我的同学同事，我们都认识几10年了。你说要有什么想法，乱七八糟想法，你说能跟他吗？对吧？而且他也都见过，他不是没见过。就是说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都说可以带着这个爱人过来哈，他就可能就去了1次，再也不去了。哎，我没意思，我不去。那你说我也不能因为他有时同事聚会，你说也不能不去。实际我们是不是对您不太信任啊？老爱对呀，就疑神疑鬼的嘛，小心眼儿，你知道吗？那你去北京了，他现在放心吗？这不更不放心了吗？他不放心，那没办法，因为我就想让他冷静一下。你说还有说那个，就是我们说旅游的事儿，你看像我特别喜欢旅游，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是喜欢旅游。他说啊行，我那个开车，我回来跟你去自驾，咱们去玩去，说的可美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咱也别说1次没去过，就去过1次。本来说玩3天，结果就玩了1天就回来了，弄得特别扫兴。他一去那说，哎呀，你看这都人，这哪有什么景，都光看人了。哎，这个那的，就是又那么贵，又花钱啊，那个又累，还不如在家待着呢。你说就这样子的，生活理念不太一样啊，就是消费观一样吗？不一样啊。
过年的时候哈，我给他买了一身2000多块钱的衣服，因为他平时吧就穿着就这种休闲的，我觉得有些场合吧，你不是看着不太好，我就说买一身贵点的衣服，咱要参加一个什么婚礼啊、什么聚会啊，对吧？看着不也体面吗？结果你看他怎么样？他非要让我退了，说嫌太贵，你给退了去。我就没理他。结果过了没2天，人家给退了，把钱打到我手机上，我一看这哪来2000多块钱？太贵了，我买衣服啊，200块钱以上的我就不看了。这是您的消费观。得体就行，但是通过这件事太小，是不是？你买那么贵，他今儿就为了买个牌子，有嘛用呢？通过这件事，反正我也反思了，我就觉得他就是抠门。你们在一起的这1年的过程当中，他送过您什么礼物？没送什么礼物，就是买衣服，就是买了几次衣服，也都是几百块钱的衣服，也没有说多贵的衣服，你知道吗？凡是他说的，我基本都给他买。因为我这些东西我也都有，别管是首饰还是什么的，我也有。我老板啊，有点好多款啊压着没回来，他也难，我也知道都挺难的，我就不好意思总挤兑他，所以我等我钱下来，我不就富裕了吗？他那个老板哈，就是老是每回结账，老是少给他钱，要不就拖着。我就跟他说，咱得找他去啊。哎，他就不让。有一次我真是气急了，我说不行，我得找老板去论理去。我都到老板那个公司门口，他愣给我拽回去了。我吧，就性格就这样，就是你占我点便宜无所谓，但是吧，他再有活他爱找咱。我妈妈从小教我，你吃亏未必不是占便宜，是吧？你。放长点儿啊，他总看眼前这一点儿。那你说他被人撞了，如果说他体衰懦弱的这个表现啊，他被人撞了，然后呢，人家还没说给他赔礼道歉呢，他给人家先赔礼道歉啊。你有他这样子的吗？你说？我也没说别的，我就说嘛呢，我说对不起您呐，我耽误您脚落地了。他说的这个不是懦弱，你不应该也听过？这是最经典的一个相声作品里面的一个段子呀。那只是个段子，我是生活，我就认为人家撞着你了，你就得最起码人得给你赔个礼道歉吧，对吧？还来个你给人家搞这幽默，没意思吧？我觉得。大姐，这个不用解释，发自内心你喜欢这个男人，那就是幽默。如果你不喜欢他，他就是嫌弃。你可说对了，就嫌弃我。对，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从这个事上就没有安全感。不行了，哎呦。饭也不香了，菜也不香了。我手擀面，我自己都感动了啊！我还跟他说呢，我说这事儿这是咱俩秘密，你就说我外面买的，万一邻居知道了，2口子打架，你看人家老赵，你给老赵学去，是不是？你不，我觉得他说这话就吹牛。我问你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你们2位对未来有啥打算？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从各个这个观念呢和理念呢都不太相似，你几乎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当时就是说看他就是比较老实，完了对我也不错，然后呢这话说会做饭，因为我不太会做饭，然后呢就是也爱干，就是收拾屋子什么的，也我养个花他也给精心的这么照顾，我就喜欢他这块，就感觉是个老实人挺好。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在各方面他就是跟我你像没有一样的地方，没有合拍的地方，我就认为咱生活质量提高了，咱这个精神世界也得提高。他呢就不懂得享受生活，所以您今天是来分手的是吧？反正有这么个想法，我就他最主要还疑神疑鬼，咱就清清楚楚的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对呀，如果您要是说他对我这个不信任，我就下去了，我没办法相处了，这个我确实不喜欢，咱就认认真真说清楚就行，别找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来，先生，您今儿来干嘛来？主要是嘛呢，我挺喜欢他的，他这个人嘛，其实特别敞亮，我呢性格比较内向，他比较外向，我只是觉得嘛呢，你想想，我塑料袋我都舍不得扔，是吧？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是不是？啊，就是我很珍惜啊，而且咱这么大年纪了，咱是过日子，咱不是玩。如果这个女人她不喜欢您了，就是看不上了。我觉得我挺好的，她不觉得你好。是呢，所以我就请老师们跟他聊聊，是吧？万一就把您的说通了呢，跟他说清楚了啊。但今天如果聊崩了呢？你怪我们吗？万一聊崩了，我也不应该怨你们。
啊，万一聊崩了也不应该怨我们。那您接受？按说是不应该怨你。按说，等会儿按说不应该这咋的要怨呢？哦，我知道了，大哥，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把你聊崩了，您就下期再来，换一波导师帮您聊。啊，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建议好。那您接受这个结果吗？就不纠缠人家了。咱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好，咱也我们加油。最坏的打算啊，好嘞，加油！来，那我们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哎呀，这太难问这小朋友们了，他们应该跟你们的父母年纪差不多大，用年轻人的思维啊，说说他们的情感，你们觉得他们两个人怎么样？我非常理解这位女士想要的那种浪漫的感觉，因为我也非常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突如其来惊喜和浪漫。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个很小心眼的人嘛，所以就是可能对于前男友之类的这个纠纷就是方面，我自己也会特别敏感。你俩也有前男友前女友的问题啊？哦，哎，姑娘，我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如果你男朋友啊给你做了一碗面作为你的生日礼物，这浪漫吗？我觉得如果是他自己做的，我会很开心。哦，因为他们现在孩子都不做饭，大哥。哎，来，那个男生呢？哎，男生，如果你女朋友中午跟前男友吃饭过生日，晚上然后回来跟你过生日，你怎么想呀？那就不是我女朋友了。哎，就不是我女朋友了，听到了吗？不怨你们了。假如的话，来接着说，小伙子。我觉得我要说一下这姨的问题吧。首先，我觉得这个大哥做面给你啊，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我觉得你有点不知足了。面条天天都能做，但是能吃到自己家里的男人做的这个饭啊，天天都吃。吃了1年多了都不像你年轻人。我就不会做饭。对呀，那你年轻嘛，他天天做。你看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对，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吃1年多你都得要吐了。而且我还真不爱吃面，就不爱吃面。哎呀，你叔叔有啥说的吗？叔，我觉得挺好的。我要向他学习，我不会做饭。别我是个失败者，千万别跟我学。他喜欢的是渣男，哎，你也别学，哎，太难了。行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确实，不管是什么年龄，我们都有权利去追求浪漫，渴望共情。什么年龄段的爱情，它都不是爱情的独角戏，都是2个人的共同起舞。大哥在这段恋情当中，其实一直在跳主角戏，但是他内心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对这个女人，我掏心掏肺付出真情，但是你逃得远远。就像大哥说的，他的付出，不要说我们小朋友都感觉到感动了，但问题是，你的付出渴望得到他的感动，结果却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他就是不感动，为什么？因为爱情它就是双向奔赴，双向滋养。大姐恕我直言，有一点你有点欺负这位大哥，在内心你更多依赖的不是他的那份爱情，而恰恰是他的手艺，会做饭，会打理家务，所以他在家里更多的那就是一个男保姆。你们2个人的状况很显然，如果爱，他的一切都是浪漫；如果不爱，他的一切都是嫌弃。所以，大姐今天坦坦荡荡，如果真的把这位大哥当恋人的，认为2个人所释放的是爱情的，继续；如果你认为你对这位大哥的爱力不从心，一拍两散。我在思考一件事儿啊。
平字。您这一说，我觉得确实是我不好。属于你的爱情。50多岁谈恋爱也得正经谈呀！你既然谈恋爱，你就得认认真真、负责任的谈呢。没有规定说到50多岁谈恋爱，我可以左边搂着前男友，右边搂着现男友吧？所以这是底线问题吧？好，来，接下来说，晚上出去唱 KTV， 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这是不是失联？这事儿在恋爱当中是不是也是底线问题？我找不着你人了。你去哪儿？你告诉我一声啊！你不跟我说，这是不是底线问题？肯定呀。为什么在50多岁的恋爱当中就觉得，哎呀，这没什么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没什么可解释的，这都是恋爱当中的禁忌问题。所以你们的恋爱早已经千疮百孔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对等的、错位的。吴女士跟您在一起，她可能就是图有一个能给她做饭的人。有一个能在他空闲的时候给他一些陪伴的人，然后跟您在一起的过程当中，您不能干预我其他的一些社交问题，您不能对我提出一些什么要求，你还得不提要求、不提诉求的同时，还得满足我的要求和诉求。我说白了就极度自私。我对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我觉得您既然不喜欢，您既然已经开始厌恶、讨厌了，已经躲到北京去了，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跟人家说清楚，咱俩分手，从此别过。你好好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康庄大道，咱俩过不到一起去，咱俩分手就完了。不分手，说冷静一下，那不就说白了是吊着人家的吗？想着有一天饿了还能回去吃碗手擀面吗？虽然您不喜欢吃。无论在哪个年纪的恋爱当中，我们都要爱，请认真爱；不爱，请尽快放手，说清楚。人与人之间不是因为相似而
谢谢我们的木姐啊。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的观众，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去关注木姐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爱情保卫战”这5个字，就会收到我们的新人礼包。我觉得没有对错。赶紧分吧。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赵先生和吴女士，我们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也想想老师们说的话。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叶22岁，来自广西学生；小邢23岁，来自安徽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来这想解决什么问题？我是那种特别敏感又容易小心眼的女生，她对我特别的不上心，她总爱在我伤口上撒盐，我感受不到那种独属于我的偏爱。他和他前任之间有一段虐恋，他总喜欢把他对前任的心撒在我身上，对我特别疑神疑鬼。你们的恋爱谈到现在，对方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越来越花心，总是触碰到我的底线。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作了，以前我们闹矛盾，我哄哄就好了，现在总是对我又哭又闹的。今儿是来分手的？我其实不是很想分手，不想分。对，因为我觉得我要再重新再认识一个人，然后要从头开始，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磨合。谈恋爱多久了？谈了2年多。是同学吗？不算是同专业的同学，就在一个学校里，对是吧？对对，都在一个学校啊。谁追的谁呀？当时？他追的我。他那个小片里面说到什么虐恋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我的第2段恋爱嘛。我第1段我跟我那个前对象也是谈了2年多，但是那个男生他对我的控制和占有欲特别特别强，就到最后我的圈子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就是他不让我和男生玩，有的时候女生也不让玩。我们俩也会有很多的争执和纠纷嘛，他有时候会对我动手，但是他又是那种给一个巴掌又给一颗糖的那种，他哄哄又好了，然后最后他跟我那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在一起了。我卑微过，我去求他了他别那么绝，然后他还动手了。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感情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段非常非常屈辱的一个灰色历史，我就一直想把它压在一个心里，当成一个秘密，我不想去提起它，就是因为它会对我造成一个2次的伤害。因为愈合这段感情，我花了休学就是2年的时间去抚平我心中的伤口。我这2年我不敢交任何朋友，也不敢谈什么恋爱，然后后面才碰到他的。你当时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有求助于家长吗？有，因为我当时我妈妈也很心疼我，她带我去看过，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疏通和辅导。但是就是因为这段伤口，就是我一直不想去提他，但是就是之前我前男友，就是他可能脑子不太好，就是他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发个短信骚扰你一下。然后我现对象就知道这个事情嘛，他就一直追问我，他说这个男的是谁？你为什么老是不跟我提他？你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他一直逼我，然后逼我之后，我们俩就为这个事情不停的吵架。之后我就觉得嫌烦了，我说那就算了，那我就告诉你吧，因为这是我的过去。他说没有秘密，那我就说吧。说完之后，他硬拉着我，假期的时候他说他必须要和我前男友说清楚，因为他一直骚扰我，他也觉得不舒服，他想出个头什么东西的，他就拉着我去了。去了之后吧，他就和我前男友耍帅说
什么我多幸福，我离开了他有多好之类的，然后说他之前对我造成的那种创伤，他可以10倍100倍的补给我，让我重新回归我自己的快乐，就是这一方面的话。但是我当时前男友说话特别不好听。他说：“那再怎么说，他永远都是我的初恋。你们俩现在能谈多久还不一定。你俩……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反驳呢？我当时没有反驳吗？我当时反驳他。我们分手了。可是我当时也和他说了呀。他说我们永远都谈不下去。你为什么不反驳？我让他闭嘴，他走了，那我怎么办？你只是让他闭嘴，你是不是那我追上去吗？你是不是还想和他谈？你和他在一起活该，能谈2年。对，所以他后面他们俩去吵架，然后吵输了。对，然后他就把那个矛头指向我，他觉得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一直回来和我吵这个事情，觉得就是我的问题。”是我找了这样一个对象，然后忍气吞声和这样对象谈了2年，一切是我活该。所以我一开始我不愿意告诉他，就是因为这些。我说我想把我就是好不容易抚平的伤口，就永远的在那封住，就不要动它了。你现在你不仅把它撕开了，你还在上面撒盐。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给他造成了2次伤害？没有意识到。你跑去跟他的前男友吵架，你没吵过人家，回来之后你说他和人家谈恋爱这件事情是活该，你受到创伤是活该，你说了他，你攻击了他，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咱们把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就总之在你们2个人的恋爱过程当中，其实女孩是带着上一段伤害的，然后你们2个人的恋爱现在还顺利吗？因为我就是比较敏感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圈子里面的朋友特别少，只有一个女孩跟我玩得很好，但是我也是因为感觉到她最近和我对象的苗头不太对了，所以我就跟她也就闹掰了。就是我觉得他俩有点就是交流过密了，有点过于频繁了。就平时我对象送我礼物什么东西，他都会找那个女生问。就有一次在七夕的时候，我对象送了我一条裙子，是那种墨绿色的纱纱的，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送到我心眼里的礼物了。我本来特别高兴那一天，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条裙子我选的是不是特别好？当时我特意发给了你闺蜜，让你闺蜜给我看的。那是不是你开心了吧？可是我想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的不是我之前给你选的礼物，你不也拒收了吗？他之前是给我送过一个礼物，就是他送了一个800多块钱的一个拍立得，那个东西我用不到，而且我觉得我们俩现在都是学生，花家里钱，就是你送一个太贵重的礼物给我，而且我用不上的话，为什么要把礼物拿价格来衡量呢？这不是钱和价格的问题。查了价格。我说的是那个女孩的问题，你不要把我的话题扯远了。现在你觉得那个女孩也有不对的苗头？对，然后其次那个女孩就是因为我们俩每次吵架嘛，我有时候赌气，我不想理她，我就晾会儿她，我想让她多哄哄我，她有时候就去找那个女孩说，让那个女孩过来哄我，就是我觉得我们俩。那你不理我不找她吗？那你找她有什么用呢？那我不找她，我们怎么和好？我需要的是她哄我吗？而且他说的话也不好听吧？他当时有一次他给我发那个信息，他说你就知足吧，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对象，我最多20分钟我就跟他和好了。我又不知道他会这么说。那你不知道，你别找他呀。哎，我问一个大前提啊，这些事儿是发生在你男朋友知道了你过去那些创伤之前，还是知道了这些创伤之后？之后。你跟那个女孩现在不联系了？对，我跟那个女孩因为。之前有一件事吵得有点凶了，就是因为我们俩比较喜欢旅游，然后之前就去了一趟广东佛山，然后那个女孩略过了我，就问我的对象广东佛山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让他给他。我俩都去了，问谁不是差不多吗？什么叫问谁都差不多呀？然后问他要他做一份系统的攻略给他，哪地方好玩，哪地方好吃。那但是那一份我跟他在一起玩的攻略都是我自己做的，那凭什么他能使唤到我的男朋友呢？所以因为这个事儿，你跟你的闺蜜闹掰了。对，那一件事的分寸感特别低。然后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某某某，你对别人男朋友的分享欲和要求是不是太高了？这个事之后我们俩就吵了一架，之后就闹掰了。然后他还在帮我闺蜜说话，他说他觉得没有必要闹成这样，然后说什么说我们俩明明就是个很小的事情，说如果因为他什么什么，就是我再少一个朋友，他觉得特别不值当，他可以退出什么。我就觉得本来你的朋友就少呀，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哎，你男朋友在这个跟异性的边界上有没有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不满意的行为？有，他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健身搭子，就是他们是一个班一个专业的，然后就可能会经常是有一些小组作业一起做什么的。然后男的女的？女的。在我们俩就是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给我对象做了一块那种小蛋糕，然后他当时挺高兴的，他
拍照发了个朋友圈，可能显摆一下他那个小蛋糕嘛。然后他那个健身搭子就在那下面评论说：“哇，这个小蛋糕看着好好吃，我也想尝一口。”然后他二话不说，他就切了1/3给那小姑娘送过去了，他就差点没喂他嘴里了。什么叫只切了1/3？话哪里难听？我只是在那不是留了2/2给你吗？而且你送给我的蛋糕，我想怎么给怎么给啊。所以就是他把这个蛋糕就给了那个女孩，你就不高兴了？对，健身搭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跟他一起健身，我的好朋友，对他的一个朋友。哦，那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吗？也没有吧，就平时有时候我失恋啊，他会安慰我一下。有时候什么叫平时有时候？就是遇见他之前，我失恋的时候，那个女孩都会安慰我，然后去外面给我带点吃的。这个女生她喜欢你吗？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哈，你肯定知道。喜欢。哎，你为什么回答不是她不喜欢我，而是说你不知道？所以健身搭子是个幌子。你们2个人现在快毕业了，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是这样，就是年初的时候，他让我到他家去了一趟，因为我会的才艺比较多嘛，他也经常跟他妈妈炫耀，说我什么是自己学的钢琴，然后小提琴和舞蹈学到了就是6级，然后那个古筝弹到了10级，就说我特别厉害什么，然后他妈妈就不相信，他就让我就是过年那段时间，就是他带着那个大古筝背在身上，然后让我背着那个小提琴，我俩就一路从安徽跑到那个广西去，就为了就是在他们家给他们家展示一段。那不是为了让我妈肯定你吗？他妈妈是肯定了，他妈妈当时就问我说问我们以后想在哪边发展，然后他当时他就不乐意了，他就觉得现在说这个太早了。你觉得太快了吗？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吗？他们说问我们在哪定居，要给我们买房了。那你觉得太快了，为什么要带我回去呢？那我拎着那大包小包回去算什么？那给你们家当个笑料。那你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宠他嘛。姑娘，我都想说你活该呀，怎么办？哎，那我想问一下男生，你觉得你俩到了哪一步？我觉得我们还在处于谈恋爱的状态吧，而且我们都还没有毕业啊，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怎么说买房就买房啊？那肯定拒绝啊。你们2个人有对毕业之后做过打算吗？他是想考研吧，我是想回去找工作了。你回哪儿？回广西找工作？对，回广西找工作了。那你考研考哪儿啊？他去哪儿，我考哪儿。你觉得这男生，如果他对你的喜欢和爱满分是10分的话，你觉得他有几分喜欢你？这个我说不准，因为他对你上心的时候也是真的很上心，但我就觉得他对他异性的那种边界感和分寸感实在是太差了，所以他的这个感觉就让你特别的难受。对，他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而且我觉得这一份爱不是属于我的，它可以扩散给很多人，只要别人需要。那男生，如果你觉得女生对你的喜欢打个分，你觉得打几分？我打9分吧，我觉得还是挺喜欢我的，毕竟他也愿意大包小包和我回家弹那个古筝嘛。这个女孩对你的这种好，有没有让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喘不过来气儿？有时候会，而且她有时候情绪波动比较大吧，她可能有那种分离焦虑，就是一段时间不见了之后呢，她会怨我，就不愿意见我。比如前段时间我们是准备答辩嘛，但我们是可以在线上答辩的。她在天津呢，在这边工作啥的。然后我就专门从广西来天津找他，我跑了1400多公里，然后我想让他在那个我们学校旁边的火车站接一下我，我觉得不过分吧，然后他就没有管我，而且到了校门口他也不理我。我跟他见面时间隔久了之后，我心里会特别的不舒服，就是他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开，再突然出现，就会让我有一个心里的一个波动之后，我可能就会要做一个我自己的心理建设，因为我会一直埋怨他很长时间不来陪我，我也不想一上来就给他甩脸色，我觉得这样对他也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一种，可能是会有伤害到他的那种成分在里面。那你觉得你在他心中重要吗？可能目前算重要吧，因为可能更好的没有出现吧。他是那种重色轻友型的吗？他不是，他的兄弟比我重要多了。当时因为快毕业了嘛，我想有一个类似于蜜月旅行的一种毕业旅行，就我当时也没有说的那么，因为我怕给他施加压力，怕他觉得我就奔着结婚去的干什么，我就特意说的是一个毕业旅行，但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就为了讨好他，我还特意给他就是熬夜连着2夜做了2个大的相框，我贴了2个大相框给他。我想去讨好他，我想让他同意我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当时确实挺感动的，但是他就是听到蜜月2个字还是有一点害怕。他拒绝了？他不算拒绝，他叫了他3个朋友，就变成了真正的毕业旅行。男孩，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你们再相处一段时间，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爱情是。希望你勇敢地走出来。小邢啊，你的2段恋爱到驯化你，让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情感可以变得如此的没有边界，原来我可以那么自由自在的把绝情的话说出口，居然他还可以忍受，原来我可以这样去提要求，居然他可以忍受，原来我可以去做那么多没有边界的事情，原来我的女朋友是可以忍受的，这对于你本身也是一种伤害。所以现在我觉得你们2个人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这段恋爱怎么谈，姑娘应该考虑怎么样重塑自我，你的自我不能再去寄托到某一个情感的依恋物身上了，你应该去找到真正对自我评价的方式。你为什么好？你的好不通过考证，你的好不通过更多的技能，你本身就是好的，你原生就是好的。至于男生，不是所有别人对你的好你都可以肆无忌惮接受的，对于你的整个行为和性格的塑造，对你一生的影响会很大很大。这个时候你真的应该好好的为他考虑，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爱和对你的好，你就肆无忌惮的释放自己内心的自私。千万不要去广西，因为你非常缺乏自信。你看你学了那么多的才艺，长得也好看，个子也高，但是你永远都是好像一副唯唯诺诺的，要讨好别人的感觉。就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起来。你今天来就是想让跟我们求证一下，是自己太敏感了，还是说确实你的闺蜜做的是有问题的？你闺蜜的很多的行为确实是越界的，这不是你敏感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们2个人都可以去这么做？而且我刚才特意问了一下时间点，就是是否知道你曾经受过伤？他是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依然去这样做的，
那么我想，如果是我很爱一个女孩，这是我的女朋友，我了解到了她之前受过那样的伤害，我一定不会让她有任何一丁点的感觉到我会和她的闺蜜怎么样，我一个她的闺蜜的联系方式我都不要有。男孩，你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很多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你跟他不想有未来，最起码你的未来可能结婚是排在后续的位置，但是就算把结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也不是你的第一人选。我觉得男孩真诚一点，不要骗他，这样的话对你们两个人都好。男生啊，你的不成熟给这个姑娘带来了2次伤害。首先第一层伤害，谢谢木姐。那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木姐的观众朋友，去关注木姐的微信公众号，你只需要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收到新人礼。失恋很丢人吗？女生？失恋我觉得不丢人，但是被背叛很丢人吗？被背叛也不丢人，但是我明确的知道他不是对的人，但是我对他低三下四，我觉得这一点很丢人。很好。那你觉得现在和他在一起，你做的那些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你觉得丢人吗？不丢人，我努力过了。又好了一点。其实你在向外求助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原理是什么？任何人都救不了你，任何人做的只有4个字儿：助人自助。就是你的命运、你的幸福不是来自于任何人，不是你的原生家庭，更不是你的恋人，而是你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去找对象，我们其实是能一步到位找到那个对的人吗？我们得不断的试错。那同时你也得必须让错的人离开，你才能给那个对的人让个位置啊。所以说你要勇敢的去走自己的路，不要跟着别人走。你有那么多的才艺，你最喜欢自己是拥有哪项才艺？我最喜欢自己在我需要的时候各项才艺都能拿得出手。拿得出手是不是？对。我想给你纠正一下，拿得出手是给别人拿得出手，因为你弹琴，可能那个人他是牛，他不懂不感兴趣，他说我想看跳舞，你马上去学跳舞啊。好，你学了跳舞，那个人想听唱歌，你去学唱歌吗？所以拿得出手是让自己自信，我们不是满足别人，我们是要自我实现。
当你在任何时候你都觉得自己有价值的时候，那自然欣赏你弹琴的那个人就会来，而吸引来的不是那个想看你跳舞的。所以不要那么费心思去外求了，做好自己，你的幸福一定会来。让不合适的人都走，你的幸福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多。祝福你。那接下来呢，请我们2组嘉宾都回到门后啊，想一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啊，是否要选择出来？今天这2组嘉宾都有点悬念。好了，那在揭晓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第1组的结果如何啊？3、2、1，请开门。估计真不会出来了啊，没了。大哥说了，大哥刚才说了，说这我不怪你们了。其实大哥心里也清楚，可能就是不甘吧。啊，好，来，那我们第2组的这个情侣会不会出来呢？3、2、1，请开门。不会出来吧？我觉得不会。啊，出来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批评，我也确实认识到我的错误，因为这是我第1次正式谈恋爱，我可能确实没有想到那么多问题。我们今天呢都是肺腑之言啊，总之就因为是2个年轻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好。可能就是我太过在意之前的感情，所以会很多事情曲解他的意思，所以后面我也会自己对自己重新建设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心理，让自己成长，对，让自己成长起来，变成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好的，谢谢你们啊。好了，请亮灯吧。谢谢你们啊，祝福你们啊！好，再见，谢谢老师，再见。拜拜，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几位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